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看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。刚刚路过这个村子的时候，有村民告诉我，在这边几乎就是山顶上吧，有一户人家独门独院，一栋木房子已经修建了差不多有400年左右的时间了。现在木房子里面还住着两父子，就是一个儿子加上一个老父亲。那这栋房子究竟怎么样呢？我已经来到了这栋房子的院坝，但是呢，很可惜，房子的主人家并没有在家。我们一起从外面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外观吧。400年前的木房子保存完好，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故事。我仔细看了一下这栋木房子啊，很多地方都显得很陈旧。我在想，像这样的木房子里面，会不会有很多秘密，或者有很多宝贝呢？这边的地势比较高，我的车就刚好停在路口的位置，那边是一条主路，再进去就没有人家了。刚刚我把车开过去，从那边掉了个头过来，是从那个位置走上来的。底下是有一个村庄，大概有20-30户人家。这栋房子啊，地势比较高，基本上是建在了山顶之上了。可以看到，房子的外面是一大片的稻田，现在都没有水。在那边就是一些松树林，在那边有好几户人家，是另外一条马路可以进去的。这栋房子啊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院坝，很窄，已经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。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房子进深有12米左右，这也是我拍了这么久的视频碰到第一栋这样的房子，确实啊，很难得一见。这栋房子的立柱很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400年前的木房子，现在依然是保存完好啊，还住着人呢。刚刚村民告诉我说，这是一栋6柱10的房子，在我们这边印象当中，最大就是5柱9的房子吧，就是5根立柱，有9个瓜子不落地。这个是6柱6根立柱，有10个瓜子不落地，最少都有12米的进深，楼层高度啊也挺高的，侧面也是用竹编加上牛粪浮了一层，时间久，但是这层牛粪啊已经脱落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栋房子的基础感觉做的还挺好的，这些垫立柱的石头啊，都是通过当地的石匠精心的去打磨的，4方形的，也都是山上捡回来的石头。底下的地角方是石头这样子垫起来的，应该这栋房子啊是铺了木地板。整栋房子看起来挺高，但实际上啊，这户人家也只住在1楼，2楼的话还是堆放一些杂物。透过窗户，我们大概来看一下里面。上面的楼板啊，是用竹子编的，说明这栋房子的历史啊很悠久了。现在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用木板来铺的，但是这栋房子是用竹子来编的。这边是这户人家的火塘，哎呀，我都没这么高，看不到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住着人，有桌椅板凳，还有锅碗瓢盆。房子很简陋，还有冰箱呢。一个堂屋，两边是一个客厅吧，平时生活起居的地方。在背后呢是一些房间。这栋房子啊，虽然历史比较悠久了，但是房子的装修啊，并没有做得特别好。里面的装修啊，也是比较简单的那种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木板啊，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日积月累，上面很多这些纹路啊，都已经是
像裂开了一样的，这些都是松木板哦。包括这些立柱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裂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缝隙。但是不用担心啊，这房子它是不会倒的。还立柱好大一根。这栋房子还是单挑手，像我们家的房子还是双挑呢。这是一块单独的挑手。这栋房子少说经历了好几代人了，其中的故事肯定不少。可惜这副主人家没在家，要不然可以和他聊一聊，看看他们家以前是怎么搬到这上面来建房子，又经历了多少的一些故事吧。很可惜，下次有机会的话，还想过来看一看。这边应该是一个卧室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头拉高点。这是床，这边就是用木板铺了一层，也非常的简易。这是一栋典型的苗族民居啊。如果是土家族的话，两边有可能会有吊脚楼，有厢房。我们苗族的话，基本上是没有吊脚楼的。门口的视野非常好，周边的地也是挺宽的，外面的稻田可能都是他们家的。摩托车还停在门口，应该不会走得太远。现在大部分还在拜年吧，可能好多已经出去拜年，所以家里并没有人。房子的旁边也是一小片的竹林，但是没有把它砍走，所以说这边是没有做菜地。一般像有些人家呢，喜欢在房子的周边留一小块菜地，实际上这块也是可以做菜地的。把这些竹子砍掉了之后，就可以做菜地了。在这背后也是修了一个卫生间，这是村里面统一修建的。这边还有个鸡圈，这里也是用竹编浮了一层牛粪，时间久这层牛粪已经是看不到了，历经沧桑很有年代感的一栋房子。看，房子很大很深，真的无法想象这样的一栋木房子历经了400年还保存了这么好。这边我也发现一个石槽，他们家基本上不打糍粑了，所以石槽也是垫在了该沿的位置。看这些，不知道是石头还是土砖历经沧桑，哎呀，很坚硬的，这个感觉像石头一样的。历经了这么多年，已经风化的很严重了。上面的一层以前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几百年之后没想到变成这个样子，更别说这些木房子了。这些木墙板虽然很黑，以前涂抹的应该是一层桐油，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桐油对于木头的保护还是比较好的。在大门口的这块位置，我们还发现有一块石板。平时难道是踩在石板上面才可以进房子吗？但是石板的底下是空着的，不知道有什么含义视频前的朋友们有懂的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现在这栋房子是大门紧闭，上了锁，无法进去了。房子的旁边还有一小块稻田呢，我们走到侧面来看一下。这边也是通水通电的水龙头已经接到了这个位置。真的特别安静的一栋房子，周边都没有邻居。
我们走到房子的背后看一下，基本上我会一镜到底的去拍完这个视频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层竹编啊，对于木头的保护还是比较好的。这些立柱啊都是很大很大的一根，6柱石的房子真的是第一次见啊，太难以想象了。我们整个湘西来说都是非常少的。房子的背后也是一小块的稻田啊。哎呀，从这边走上去看一下。哦，这户人家的排水设施做的还比较好，所以房子的保护还算是比较好。整个该檐全部做了硬化，后面是堆放了一些柴，冬天用来烧火取暖的。房子的背面也是用竹编啊涂抹牛粪，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哦哟，这边的瓦片盖得很厚啊，所以这栋房子如果检修瓦片的话，估计要一次都要花上不少的钱啊。整体感觉比其他的一些房子大了很多很多了。这些瓦片都是很厚的一片，估计也是好几百年前之前的了。其实像我们湘西啊这样的木房子也不算特别多了，因为毕竟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家家户户啊都重新建了楼房，像这样的木房子啊，大部分都拆掉了，难以保存下来。这户人家呢，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在这边住着，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，所以房子还是处在一个有人居住、有人保护下的一个情况。这栋房子，依然是保存的完好。如果重新建了砖房啊，建了楼房之后，像这样的木房子啊，也会去拆掉的。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想到了一点，比如说像这样几百年前的木房子啊，像我们这边有些也是用金丝楠木来作为立柱的，不知道这栋房子里面有没有这样宝贵的一些木头啊？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，因为确实我之前在另外一个村子发现了有一栋木房子，有一根立柱是用金丝楠木来做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也要离开了。那这样一栋400年前的木房子这么大，你们觉得有价值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位老大娘80多岁了，现在去街上走路下山，背个背篓。平时她会种些菜在山上，然后呢步行走下山去卖。老人的身体还挺好的，他们家独栋独院，住在这山上。89岁啊！哎，那个87。你的老伴是87，哎，你89岁。哎，我89，他87，老公公87，身体太好了，牙齿都没有了，牙齿脱完了，牙齿掉完了。你现在走下山啊？嗯，要不要我送你一趟啊？啊，我开车送你一趟啊？不要送，
不要送你。我送你一趟啊，你懒得走嘛？我下街去。你要下街上去啊？我下街去。我说我送你一趟，你懒得走路啊？不要送。不要送的？不要送。你找胡良啊？找黄伯啊？啊，你有几个小孩啊？我有一个儿一个女。一个儿一个女。女子嫁出去了。嫁出去了。儿子呢？儿子孙女去了。儿子有多大了？儿子30多岁了。30多岁。没成家。还没成家。没讨到老婆。没讨到。没事，缘分还没到。老人家帮他攞，他不要。他不要。他又不攞。老人家攞送他，他又不要。我说我送你下山一趟啊。不要送。不要送啊。找你不要送，我拿走啊。好，行。好，锻炼一下身体。89岁的老奶奶，每天背个背篓下山，从这边走下去将近有10多分钟，看健步如飞。89岁真的是意想不到。我的车啊就停在他们家的那个门口位置。上面呢还有一户人家是从外地搬过来的，在这边买了地建了房，将近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。房子呢就在上方，是一栋砖房，1层的小洋楼，也是在山里面用来养老的。看这边的山泉水非常的丰富，一直都是流着水呢，水还挺大。这几天山里面下雨，这边有棵李子树，都结满了果子。2个老人家和他儿子住在这边的山头之上，种了几亩玉米，还种了几亩稻谷，养了一些鸡鸭，还有5只羊。这是从山里面捡回来的木头，到冬天的时候用来烧火取暖的。之前啊，我带了一个广东的大哥来这边看了他们家的房子，当时就感觉这边的环境非常的好，但是呢视频没有拍。当天我们和他儿子聊了会儿，我说这么偏僻的一个环境，上山一趟挺不容易，如果有人和他把它买下来，他愿不愿意？当时候说的很模糊，他说考虑考虑。那今天呢也不在家，所以呢我们还是先把视频拍了，先看一下房子整体的情况，还有房子周边的一些环境。这边距离县城将近有3公里左右，步行可以下山的。这边的海拔比整个县城高了将近300-400米左右。实际上从镜头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底下就是花园县的县城了。房子是背靠着大山，坐北朝南，采光非常的好。其实坐在他们家的院坝，晚上可以看到整个小县城的夜景，非常的漂亮。而且在这边啊，晚上还可以看见星空。刚刚我们在那边是看到了一口井，这边呢还有一口井，就在他们家的院子底下。平时呢洗漱啊，还有喝的水，他们都喜欢在这边提水回去。房子旁边的植被非常的丰富，种了一些梨树，还有柚子树。在这边呢还有个小小的杂物间，估计现在也是一个卧室吧，里面是住着人的。房子算是独门独院，他们家的背后就是我说的重新搬迁过来的那户人家。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栋砖房，房子的进深将近有7-8米左右，楼层高度有6米左右。现在住的是一位老奶奶，还有一位老爷爷，加上他30多岁的儿子。他儿子好像有37-38岁了，
还没有讨到老婆。平时啊，农村里面洗漱，都是用山泉水洗了衣服就晾在家门口的这些竹竿上面。这是他们家种的稻田，这边水资源非常的丰富，也不知道稻田里面是否养的有鱼。这是3开间的砖房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。房子的结构非常简单，那边有处厢房，厢房里面呢是他们家的厨房，上面盖的也是本地的青瓦。房屋的主体还挺不错，但是这栋房子呢看得出没有装修。整个院坝呢我看了一下，将近有70-80个平方左右，全部都是水泥硬化了，而且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坝的。我的车呢是放在门口的位置。整个院子倒是挺宽的，在那边打上一个栏杆门，基本上这边就是独立的一个空间了，非常的私密，基本上没有外人过来打扰。房子的外墙也没有贴瓷砖，也没有粉刷，但是地面呢都是做了硬化。他们家祖祖辈辈是在这边生活了很多年了。看这边的水啊，一直是这样子流着，非常的丰富。大叔你好啊。你好。看一下你们家的这栋房子啊，听得到吗？耳朵不好。没事，你忙你的吧。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水是非常好的。老大爷呢，耳朵不太好，所以说他就没有和我交谈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房子旁边的地啊，挺宽，这边都是他们家的一些稻田，那边还有些菜地。站在院坝的位置，我们来反视一下四周的环境，视野特别的开阔。整个山头啊，算是独一家了。上面那户人家基本上很少在这边，夏天比较热的时候才在这边避暑。那边是他们家的羊圈，养了几只羊。他大门是关着的，我们不太方便进去拍啊。这位老人家呢，他的耳朵又不太好，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请理解一下。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是进到里面了，基本上里面也是没有装修，全部这样的砖墙，也没有做粉刷的。上次我来的时候，那边的那处杂物间呢，基本上还没有建起来，我记得这边应该是新建的。有点舍不得离开啊。上次我们谈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也挺，怎么说呢？他说如果有个合适的价格能到城里面去买一套房，他是想把这栋房子转出去的。房子周边的地，我们当天应该是大概算了一下，有好几亩呢。他们家舍不得搬下山的一个主要原因呢，就是他们家的田土基本上就在这个块了。搬下山的话，再上来种稻谷、种玉米就非常的麻烦。所以这么多年，村子里面的其他老乡都搬下山，但是他们家呢，依然是留在这边的山头之上。现在这边的道路呢也硬化了，开车上来也比较方便。以前啊，这边都不通公路，只是有毛坯路，现在好走了许多，更加不想搬下山了。这里有口井，也是他们家单独在使用。这边啊，通水、通电、通网络，
非常的方便。这一段时间下雨了，山里面长了很多蘑菇，好多人骑着车子上山捡蘑菇。刚才通过无人机的镜头，我们也发现这栋房子外面就是好几块稻田，稻田的下方感觉是很高的崖壁，底下是有条路直接通往县城的。这边的地势真的挺高，从航拍镜头也发现这边的环境是真的很好。那朋友们，对于这样的一栋房子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里面留言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石头今天石头又来到了湘西的苗寨。我们即将沿着这一条小道从这里上山进到半山腰的位置。在半山腰的位置有几户人家，如今生活已经非常好，也是非常方便了。这里也没有通公路，为什么他们还不往下搬呢？还居住在山上。好了朋友们，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们一起上山一探究竟。我也是开车从这里路过才发现了这个村子，只有几户人家。这里距离贵州非常的近，从我停车的位置到贵州的地界的话，也就3-4公里左右就到贵州了。这还属于湖南的湘西。这里呢，只有这样的一条小道可以进入村子里面。从远处看去整个村子大概好像也就那么几户人家吧。哎，老人家你好。你们家就住山上吗？我家我家给婆婆望着这里的转去的走了吗？还有多远？没有多远的。没有多远了。那你们现在上面还有几户人家？很多，现在人家搬迁了。现在别人都搬迁了，全部都是爬坡。这是爬坡，这一方面一边的都是爬坡。都是爬坡好。我下去现在那个小孩有放学了。你接小孩回家是吧？他们在镇上读书吗？就是读书那每天到学校的话，一趟来回都要1个多小时啊？1个多小时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弄到那。这样子。那么早嘞。你现在在种菜吗？你们家就住在上面？你们家就住在上面吗？听不懂啊。好。老人家听不懂我说的话。哇，树上结满了李子，这些都是李子朋友们，看到吧？结满了李子这里还有个小小的一个鱼塘，走过去再看一下，这棵树上也结满了李子。鱼塘里面还有一只鸭子，不知道里面有鱼吗？朋友们，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竹篓，你们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这是一个抓鱼的一个竹篓。记得在小的时候我们也用这个竹篓抓过鱼，在周边的稻田里面都养了非常多的一些鲤鱼鲫鱼之类的。每到夏季的时候涨了洪水，鱼就往田外面跑，当地的老百姓就拿着这样一个竹篓放到田埂上去抓鱼，非常怀念小时候的一个味道了。老百姓就把山上的树皮给剥下来，这样子用来作为一面墙，看到吧？这一面都是树皮。地理环境的因素，这里的房子很多都是没有院子的，一出门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坎，
这一家也是一样的。吃晚饭了吗？哎呀，我说吃晚饭了吗？都不带了。听不懂。哎，都不带了。一点都听不懂啊。天天人家都不到。做了张。这个呢就是湘西的腊肉了，看到吗，朋友们？你这蒙古啊，蒙古嘛，你搁这。知道你买的反正都这个样。啊，我不晓啊，问那。没唔少，要不跟到提证章嘛。好了，小朋友，我们要走了，再见。再见嘞。拜拜。郝叔叔再见。何叔叔再见嘛。郝叔叔再见喽。他有点害羞了。每次他认不得人，他认不得人啊。刚才啊，在村子里面，我遇见了一个大娘，在和她的交谈当中，她告诉我，她说她也不知道到底他们的祖辈是哪一年来到这个半山腰之上，把房子建在这里，生活在这里的。她只是在很小的时候听老一辈的老人告诉她，她说啊，当年他们的祖辈为了躲避灾难而选择来到这里建的房子。其实说到湘西啊，很多朋友可能都了解，湘西这边的土匪在解放前是非常多的，但是真正湘西土匪啊，可以追溯到清朝或者是明朝的时候，这里的匪犯已经相当的严重了。可能啊，他们的祖辈也就是那个时候啊，选择在这样的半山腰之上建的房子。其实啊，随着社会的进步，很多年轻人啊已经逐渐的往山下搬迁了，把房子啊也建在了山脚之下。但是现在整个村子里面还有10多户人居住在半山腰之上。这里的话，每天上山和下山还是非常的不方便，也没有公路。这里小孩子读书的话，下山一趟和上山一趟的话，需要1个多小时。刚才啊，我们也是因为炸机了，我们走下了山谷。把飞机捡回来之后又走上山谷，非常非常的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的视频也为你们分享到这里啊。喜欢石头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